接下来关心美国逼艾斯摩尔要全面对中国大陆来断供哦，现在踢到了铁板。因为呢，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现在正在快速的着手发展它的国产 DUV， 要直接来量产。先进晶片的缺口，现在说呢，接下来可以降到34%而已。西方反锁之后，反而加速养出了最强对手中国吗？今天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好，这一次我们来看到美国再次的掐紧对于中国大陆半导体的限制，而且是最后一扇门，干脆全部都给它关上，到底有没有效呢？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细节哦。媒体最新披露的是，因为呢，美国非常的强硬，现在推的这个法案叫做 Match Act。总之，它这个当中特别讲的部分，就是说，不只说 EUV 不能卖给中国大陆，是连原本部分仍然可以出口的 DUV 哦，现在 DUV 也确定了要完全的禁止，都不可以给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它一定在工厂里面还是存有这些艾斯摩尔的设备，未来现在可能面对的事情就是说，他买不到新机就算了，这一些原本的旧机也没有办法再做升级或者是做维修。最后，美国是希望中国大陆的市场有关于这些光科技的市场就能够完全自己来萎缩，但是现在也被爆料说，你美国做这个动作制裁也太慢了嘛。因为呢，中国大陆早就已经开始量产自己国产的浸润式 DUV 了。来自于路透社7月份做的披露说，这一间是上海国资背景的企业，正在整合大陆的本土光科技术团队，开始生产国产的浸润式 DUV 的设备。而且呢，首批的设备预计在今年就会正式交货给中芯国际、华虹跟长兴存储等等的大厂。而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它跟艾斯摩尔在量产的这个数字上面仍然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艾斯摩尔预估在2025年浸润式光刻机的部分可以出货131台，而中国大陆今年的目标大约是落在5台，明年可以增加到20台。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落差的，但是可以预期的是，如果确定了艾斯摩尔接下来对中国大陆完全断供，那势必中国大陆也会请全国之力来逼出自己的产能。真的是这样子吗？那也代表说艾斯摩尔接下来有可能会失去这个全球最大的中国市场吗？汉庭怎么看？当然了，因为说目前呢，上海国资背景企业开始有自主研发的静默式 DUV 光刻机，虽然呢它只是小批量跟客户的产线还在验证阶段，距离大规模的商业化量产还有一段距离要走。那因为 ASML 在2025年的光镜沉默 DUV 就出货130多台，大陆呢今年5台，明年20台的规模，短期内当然还暂时填不满这个缺口。可是当从0到1已经完成，那么从1到100就是时间上的问题了。所以在未来可预见的状态之下当然呢对 ASML 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今年4月份，美国自己所出台的法案要去限制中国大陆，就不仅呢以前的不仅是说现在的你不能再卖了，已经卖给大陆的各种升级维修的服务也通通都不能再做。所以 ASML 在大陆已经安装了 DUV 设备总量大约1400台可是呢，这个法案要强制来断绝服务，1400多台机器的维修设备软件的升级全部都中断。ASML 在财报里面本来是预估，那这一些未来是要能够有回收的，是要有利润的呀，但是表示这些利润未来通通都不会再有了。而且呢，美国的法律估计也很难再去推翻可能就是要执行。所以我们问说，美国的这一刀是不是太晚呢？其实是太晚了。为啥呢？第一个，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完成了囤货再加上自主研发的双保险。美国从2018年开始打芯片战，到2026年已经有8年了。这8年里面，中国大陆采购方把能买的这种静默式 DUV 全都扫荡了一遍业内目前估计库存大概足够支撑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间。那这段时间呢，大陆就可以自己再研发成熟的制程。所以库存如果消化完毕，国产的替代设备差不多也要上来了。所以美国目前自己也评估，现在再去封 ASML 的静默式 DUV 对大陆的打压已经没有所谓的痛感，因为我已经有啦。而且第二个，大陆成熟制程的底盘已经很稳了，尤其是28奈米以上的这些成熟制程占中国大陆晶片90%以上的市场所以汽车芯片、电源管理、物联网这些东西，那大陆自己透过 DUV 的多重曝光，自己就能够做就我也不太仰赖 ASML 的这些东西。
那再来第3个，就断维修这一招也是伤人也伤己啊。你讲说，你看大陆这个东西坏了以后不能找我们阿斯麦尔来修，对，那你阿斯麦尔也收不到钱啊。所以你不仅是未来新的东西卖不出去，赚不到它的钱，而且你连旧的已经卖出去的东西也赚不到钱。所以永久失去新增市场是最大的概率。那当然，你说最后完全要退出中国市场，可能还这个几率性不是很高。好，那同样的问题，等一下也请教苑老师怎么看，就是说美国是不是正在替艾斯摩尔创造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等一下请教苑老师。那我们先来看，其实黄仁勋早就已经有所警告了，那川普根本就没有听进去。黄仁勋当时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拥有庞大的科技人才啊，制造业的这些基础，更有最大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市场。你这样子封中国的话，只会逼他可以全面的自主替代而已。他也说 ，NVIDIA 在中国的 AI 晶片市场已经大致上都让给华为了。现在担心的事情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嘛，有关于中国的 DUV， 一开始它可能它的产量是慢的，但后面会不会下水饺式的在做生产，就像是其他的产业一样，不管是我们先前聊了很多的半导体啊、电池、5G、太阳能等等，中国大陆后来如果在美国的卡关之下，会不会扩大它的市场资本、国家力量、供应链跟它的工程师的力量，来快速追赶，开始疯狂的迭代？那岳老师要怎么看？我必须坦白讲啊，这是个哲学问题啊。这哲学问题的话，里面牵涉到就是说是你假设你就做不出来，所以这个假设的话有2方面的错误。第一个的话呢，这个黄仁勋讲的很有道理啊，这是人种上的假设，就说中国人就没有办法做出光刻机的可能性，只有荷兰人才做得出来啊，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嘛？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觉嘛，这个只有我们人啊会发现自然的定律，没有可能发明，只有上帝会发明自然的定律，这大家都知道嘛。所以说什么人的话呢，假以时日终必有成。那第二个的话呢，它是假设心理上的一种错误，就是说我如果不卖光刻机给你，你就趴到了，你就不敢进步了，你就跪下来求了，这个也是错误的嘛。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人本身来讲，这个环境啊，像我现在的话呢，变成资深教授，想起来我的用功程度比我当菜鸟教授的时候啊，态度就不一样了。我当菜鸟教授的话呢，就会心理上压力非常大，就写不出好文章的话呢，就得滚蛋啊。现在的话呢，反正滚蛋也就是刚好退休而已啊，那心情就不一样嘛。所以大家要了解，这心理上，所以你现在这2个都错误。第一个，假设中国人做不出光刻机来，你凭什么？那黄仁勋自己就跟我们长得一样子，就是台南长大的嘛。对不对？大家心里也了解。那另外一个的话，在心理上来讲的话呢，那黄仁勋现在变成世界首富级的人，他当然是躺在那边就问说：“我的生意在哪里？”可是大陆这边的话，你讲了上海公司，上海微电子啊，他们每一年训练出来200万个工程师在大陆，那么这问题很明显啊，你有没有办法活着啊？你原来可以想去美国，现在美国人不要你，你是不是留在大陆这边自己好好做自己的光刻机？但是我告诉大家强调一个重点，你大陆一旦做出自己，现在到了28奈米，刚刚汉宁讲的很对啊，就是离现在这个2-3奈米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但你一旦做出来的时候，第一是白菜价。那阿斯麦尔就不要赚钱。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整个维修的话呢，必然是大陆自己的这边维修，因为你要买比较便宜的光刻机。然后第3点最重要的原因是，请大家不要忘了，大陆在突破的过程当中，永远是弯道超车、迭代进步，它会做出比这个极端的EUV 还要进步的光刻机。甚至于现在的话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涛定律啊，就华为讲的涛定律，就是已经突破了摩尔定律的这个整个过程。因为大陆整个发展当中，除了人才，还有国家，另外还有一个民心士气。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美国真的是打错算盘了。好，全国之力要来发展这个半导体产业，不仅仅是在成熟晶片而已。现在呢，来自于高盛的最新报告，他们最担心的事情是，包括连先进晶片恐怕都已经抵挡不住中国大陆的快速发展了。来看到这个报告，他说呢，目前2025年中国7奈米以下的这个有关于先进晶圆的国内缺口是92%，但是预估呢，到了2035年会缩小到34%，7奈米以下的这个晶片以后会生产速度非常的快，月供应量可以达到41万片。那大家就说啦，那你速度快没有用，你的良率怎么样呢？现在目前的良率大约是落在23%，也就是2成左右，但是预估10年之后会达到75%，这个也是高盛所担心的，尤其这个曲线会不会更快速的达成？干哥又怎么看？好了，高盛这次的模型，它模拟出来说现在大概他们中国国内需要每年大概41万片但是需要是61万片，但是中国自己本身自制可以到41万片。那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就是说
达到这个产能呢，大概至少还要5年，就要2030年到2031年左右。不过，中国制的晶片啊，先进制程的良率啊，现在只有23%而已。要达到你说一半吗？50%左右的话，可能还要10年，这样就会让人家觉得你小看了，是不是？不是，其实高志胜提出的是警语，他认为说，如果一旦他能够跨越过50%的这个门槛之后，后面就很快了。他要达到75%的话，只要在2-3年。所以其实老实讲，你给中国人时间，他一定会达到你所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像，其实黄仁勋他现在讲的话哈，是早就已经在警告了。他说什么？他说，西方真正自己培养出来一个最强的打手，一个最强的敌手，就是谁？就是中国，是你自己把它培养出来。艾斯摩尔因为美国的这个强力的要求，而不可能把光刻机卖给中国，没关系，中国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我跟你讲，2025年，中国7奈米以下的先进的晶片，那国内它现在的供需缺口达到了92%，很高，对不对？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其实未来要降到34%，已经不是难事了。为什么？大家你知道吗？现在全球10大晶圆厂，你知道中国占了几家？10大晶圆厂，中国占几家？中国已经占到3家了，意想不到。第一，当然不用讲，台积电。对我们对不起，台湾的台积电不但是它在制程上面是最先进的然后呢，台积电所生产的晶片，它的良率是90%以上的。所以说，第1名当然台积电，第2名三星，第3名就是中国的中芯国际。但是我想请问你一下，他现在排第3名，他会不会有一天到了第2名？你一觉醒来就突然发现中芯国际已经跳上去了。再来呢，排第6名的是什么？华虹。然后排第8名的是什么？合肥晶核整合。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比较不知名啊，他都已经排到第8名了。所以中国人的科技实力，你给他假以时日啊，他一定会能够爬得上去。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说，华为黄仁勋他在5月的时候，他说 NVIDIA 在中国会大致在的 AI 晶片市场都已经让给华为了，对不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一旦中国走出自己的路了以后，那它的性价比一定比艾斯摩尔要让客户会觉得，我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的性价比可能是华为可能是艾斯摩尔的1/3而已。大家到时候就会一个世界2套标准，中国会走出自己的一套标准而来。很多用户会认为说，中国你的性价比很好啊，我为什么不采用你的设备呢？这就是到时候大家就要去思考的。中国在现阶段当然做不出像艾斯摩尔那样光刻机的技术水准，但一旦他走出自己的一条路的时候，你要不要跟着中国的标准去走？我跟你讲，现实一定会超越一切。当你发现它的价钱以及它的维修费用真的像苑老师刚才所讲的，很合理的时候，中国真的会走出他自己的一条路出来。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